2025上半年的时候 ，MIT 一个叫做 Nanda 的项目展开了一项实验。这份实验报告称 95%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投资产生了零回报。这个标题非常的耸动，引发了媒体的热议。在实验当中，他们基于多种方法来设计和研究，包括了对300多个公开披露的 AI 项目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，对52个机构代表进行结构化的访谈，以及收集了4大行业会议中153位高层领导者的调查回复。7月的时候，他们发布了这份报告，说这是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实施研究的初步结果。刚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，我比较好奇这个项目为什么叫 Nanda。它是 Networked Agents and Decentralized AI 的缩写，意思是网络智能体和去中心化人工智能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想要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 AI Agent 协作网络，和前几期节目里曾经提到的 MCP 和 A2A 协议是类似的。这份26页的报告一共6块内容，是总分总的结构。我总结了一下3个关键词，一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鸿沟，2个是采用率高，转化率低，还有一个是学习差距。开门见山的一段是结论，他们说，尽管企业在生成式 AI 上投入了300亿至400亿美元，但本报告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， 95% 的组织得不到任何回报。这种结果在购买者、大型企业、终端市场、中小企业和构建者、初创企业、供应商、咨询公司之间呈现出如此鲜明的差异，我们称之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鸿沟。只有 5% 的集成 AI 试点项目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价值，而绝大多数项目仍然停滞不前，没有产生可衡量的损益影响。这种差异似乎并非由模型质量或监管规定驱动，而是由方法决定的。他们通过访谈、调查和对300个公开实施案例的分析，发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鸿沟的4种情况。第一种是颠覆性有限，在8个主要行业中，只有2个行业，科技和媒体，出现了有意义的结构性变化。他们觉得企业正在试用 GenAI 工具，但很少有企业真正部署。报告说，他们这些数据主要是来自于个人访谈，而不是公司官方报告，所以在大方向上是比较准确的，而样本量因为类别和组织会有差异。第二种生成式人工智能鸿沟的模式是企业悖论，这是针对大公司的，他们认为大公司在试点数量上领先，但在规模化方面落后。不过由于企业员工会通过个人 AI 工具完成任务，这就促生了影子 AI 经济。就是说，尽管只有 40% 的公司购买了大语言模型的服务，然而实际上仍然有 90% 的员工表示他们经常使用 AI 完成工作任务。第三种是投资偏好造成的偏差和 GenAI 的鸿沟。他们发现预算更倾向于可见的核心功能，而不是高投资回报率的后台部门。由于 GenAI 支出还没有在各组织中正式量化，他们就让高管将假设的100美元分配给不同的职能部门。在调查中，销售和市场营销职能占据了各组织约 70% 的 AI 预算分配。最后一个是实施优势，外部合作伙伴的成功率是内部构建的2倍。在他们的样本中，拥有学习能力的定制化工具的外部合作伙伴关系的部署成功率约为 67%， 而内部构建工具的部署成功率约为 33%。这种差距解释了为什么 ChatGPT 在临时任务中占据主导地位，但在关键工作流程中却表现不佳。成功的买家要求针对特定流程进行定制，并根据业务成果而非软件基准来评估工具。他们期望与现有流程集成并持续改进的系统。满足这些期望的供应商在数月内就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部署。文章的最后，他们总结提出观察到的成功跨越 GenAI 鸿沟的组织在3个方面有所不同。一个是他们选择购买而不是构建，第二个是他们授权直线经理而不是中央实验室，第三个是选择能够深度集成并随时间推移不断调整的工具。最具前瞻性的组织已开始试验能够在既定参数范围内学习、记忆和自主行动的代理系统。这份名为2025年商业人工智能现状的报告，兼具了权威性和震惊性，很快在媒体疯传。
既然网上已经有很多的报道了，今天我就专门找了点有叫板色彩的观点和文章。一位叫 Scott Rainovich 的人，他是独立云技术分析公司 Futurium 的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。他在自己的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看法，说这则报告是头条新闻的樱桃挑选，因为在注意力经济时代，成功的新闻标题需要能够引诱用户点击标题。比如这则新闻当中，福布斯的标题是 95% 的企业 AI 失败了。财富杂志的标题是 MIT 的一份报告称 95% 的 AI 试点失败了，这吓坏了投资者。还有 Inc 杂志的标题是 MIT 透露 95% 的人工智能试点失败。然而他质疑到，报告中没有任何地方提供这方面的数据。95% 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这些样本的基本信息被遗漏掉了。此外，他还提到报告当中提到的52次访谈和数百个数据点，但没有谈这些数据池的数据分布以及搜集方式，以及这些被引用的少数采访都是匿名进行的。另外一位沃顿商学院教授兼法律研究与商业道德系主任凯文·维尔巴赫也在自己领英的帖子中质疑了这份报告。最具总结性的一段是这么说的：95%的说法似乎没有进一步的支持。我已经多次阅读了该文件，但我仍然无法理解它来自哪里。第 3.2 节中有 5% 的数字表示成功实施的定制企业 AI 工具，但这要窄得多。成功的部署被定义为产生显着且持续的生产力和或损益影响。换句话说，不成功明确并不意味着零回报。还有一个是来自 Gartner 的群组用户评论。一位在旅游和酒店的从业人员说，读起来很有趣，但我会质疑 95% 的失败统计数据，这感觉像是基于一小部分调查受访者的严厉判决。根据我领导企业级数据和人工智能转型的经验，我看到成功率接近1/3，仍然不完美，但远非灾难性。至于购买与构建，购买专门的 Gen AI 工具可以加快价值实现时间，尤其是在治理和集成已融入其中时。但内部构建并没有消亡，它只需要一个清晰的商业案例、强大的工程和高管的耐心，罕见的3重奏。还有一位 IT 服务首席运营官说，我怀疑购买解决方案正在取得更大的成功。因为公司对金融投资有更多的控制权，而他们忽视了构建解决方案的推出方面。人们很容易相信他们会弄清楚，而不是花时间提高业务团队的技能，帮助中小企业识别高价值机会，并为人们提供开发实现真正投资回报率的代理所需的数据和支持。最后一位企业发展副总裁评论说，两者各有千秋。正确构建的内部人工智能工具，无论是 LLM Gen AI 还是其他，例如销售全渠道引擎的优势在于，你可以输入公司机密信息以进行持续学习和改进，它会说你的语言。购买的工具也有其优点，但需要谨慎对待公司数据。我自己的看法是，这篇报告是一个比较观念性和想法性的文章。从它的数据采集类型可以看出，作者更想要从真实场景和当事人当中获取人的想法，比如他有很多采用的是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的数据，而不是下载很多统计数据进行分析。正如这些批判观点中提到的，数据来源等描述没有详细和清晰的描述，有小部分内容前后略有细节上的不一致。因为统计数据的原因，我不确信他的结论是否是正确，不过他想要传递的某些概念和内容对我依然是有启发性的。你对于这则报告或者这些批判性观点有怎样不同的看法？期待你的分享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